我是赵康，欢迎你来到 TV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许志杰委员、陈世轩议员、蓝轩小姐、叶元之委员、游淑慧议员、唐湘龙先生。好，那么关税啊，美中这个礼拜六要在瑞士会谈啊，双方都是对方要求的，我们也要谈啊。那他们很有趣了哈，这个面子顾到这种地步哈。那后来呢，就说因为大陆的副总理啊，他刚好要到欧洲去啊，因为大陆跟欧洲跟大陆最近关系比以前好一点，要到欧洲去，也会到瑞士。美国就说我们刚好也要到瑞士啊，所以既然都去瑞士，见个面吧哦。那美国一直放消息说不要期望太高哦，这个东西哦，这个大家坐下来只是暖暖身哦，这个维持一个好的气氛。但是要谈出结果可不是那么容易啊！也有观察家说，可能要好几个月，甚至1年才能谈出来啊。那记者问川普：“你们现在坐在这谈，你现在科中国145%的关税会降低吗？”川普说 ：“No， 不会降低。”哦。那另外呢，川普说他之前受到访问，他说呢，跟中国谈贸易谈判会谈到黎智英这个案子啊。那另外呢，这个史丹佛的学者许成刚也说呢，说为什么大陆现在比较强硬？因为呢，中国这是不是川普唯一面对的？川普面对全世界，其实好几个国家了，他都要去跟他加关税。第二个呢，这个这个川普呢是正面讯号啊，不是负面讯号，所以中国觉得呢可以强硬。第三个呢，中国现在没有技术官僚给他们提供经济的建议啊。那另外呢，这个Washington 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啊，华尔街日报呢是说北京当时啊。川普说，因为芬太尼的原因要增加20%的关税，所以那个时候就应该谈。但是呢，中国当时觉得这个华盛顿是故意的啊，所以呢不谈啊，所以现在关税越来越高哈。那到底他们会不会谈到台湾？范斯美国副总统说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在慕尼黑开这个参加会议哈。那中方现在讲法呢，说我们是应美方要求啊，一定要公平啊，而且呢不会牺牲原则啊。那美国方面的讲法呢？是说呢，现在等于是禁运大陆产品啊，所以大陆这个要谈啊。那我们现在是要舒缓局势，也不会达成什么太大的协议哈。那另外呢，这个要让半导体这些产业呢回到美国啊，不能在外国，要到美国。美国发明的，为什么在国外啊？为什么在大陆？为什么在台湾啊？那另外呢，这个美国的智库说，对中国的关税应该逐步实施，最后应该让美中的经济脱钩，因为他们智库有很多极右派的了哈。那么另外呢，就说这个媒体也说呢，这是一场旷日费时的持久战哦，看好了，到时候最后鹿死谁手，现在不知道哦。那另外呢，川普要撤销拜登版的 AI 晶片出口禁令，说那是太复杂了，那到底是放宽还是加严，现在看不出来。不过呢，黄仁勋有去说服川普，说大陆有500亿美金的 AI 的市场，你不要他将来自己发展起来，不要你的。黄仁勋他会想，我自己赶快现在去卖，先赚点的再说啊。好，那么另外呢，这个美国联准会鲍尔打脸川普啊，因为川普一直骂鲍尔说你这个太晚了啊，我利息比你懂，你赶快降利息吧。但鲍尔的外界都原来预期联准会降息，但联准会昨天宣布说不降息，所以因为鲍尔的关税让失业率以及让美国通货膨胀太不确定了哦，他们都希望失业率能够低一点，然后通货膨胀能够低一点哦，就业率能够高一点，但是呢，川普这个关税实施下来会怎么样不知道，所以我现在不降息哈，所以呢，其实这等于是直接打了川普一耳光啊，看一下。Now I'm entrusting David to help manage one of America's most complex and consequential foreign relationships. 美国总统川普亲自主持新任驻华大使帕杜的宣誓就职仪式，只是被问到美中关税谈判，白宫是否会让步，川普只给了1个字。China says in order to have substantive negotiations, you have to bring down your 145% tariffs. Are you open to pulling back your tariffs in order to get China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No. 美中双方官员这个周末就要在瑞士举行会谈，但川普态度依旧强硬，尤其大陆高调宣称这场会面是应美方主动请求。They said we initiated. Well, I think they ought to go back and study their files. 川普态度也一如既往。Peter Navarro. He will not be joining us in Geneva.
而周六在瑞士登场的谈判是由美国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与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的对话。这是关税政策上路之后美中最高层级的会谈。So I haven't seen those reports that you mentioned a strategic deal on Taiwan, so I wouldn't speak to that. 据范斯周三出席在华府登场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主持人现场提问，有消息盛传白宫有兴趣与大陆就台湾议题达成战略协议。他表示没有看过报道，而且美中之间也没有谈过。来，香龙。礼拜六的会谈在瑞士，我想昨天整个全球的市场大概一开始都有点兴奋，气氛上面缓和了一些，不过大概就是这样，所有的市场的反应都一样，都是开高走低，就是第一时间是兴奋的。但是之后大家就觉得这种事情没有这么容易，稍微看一下门道的就知道，大家到现在面子上面来讲，连基本的面子问题都还没有处理好，感觉上面就是两个人创造一个在街头偶遇的机会，坐下来喝个咖啡。那没有任何一方呢愿意先稍微低头说是我约他的，是我主动请他的，所以光这种面子问题显示，就是说这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国政治的问题，关税怎么定已经不是重点。我们因为台湾的体量小，所以台湾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面子都不重要，即使踩在脚底下，让人家当作鞋垫子在糟蹋都无所谓。可是中美两国现在的体量跟格局，两国之间的任何的问题，到了最顶层的时候，面子非常重要。那这一次何立峰跟贝森特的见面约在瑞士，同时中方的前天的一大早凌晨6点多所发出来的新闻稿，里面除了特别强调的是美方透过很多的管道寻求跟中方呢能够呢谈判有关于关税的问题，所以中方呢被动的应邀的，那接受了美方的邀请，就是给你个面子，我跟你坐下来谈一谈吧，那看看你要谈些什么。同时呢也画了红线，不再接受呢美方的任何的讹诈啦、勒索等等，这些在字眼里面来讲呢，该说的都还是说到了。可是我们起码，因为这跟台湾的息息相关，因为海峡两岸呢，台湾跟大陆真的就一边一国，就大陆在这场的美国所发动的关税战里面，大陆向全世界示范什么叫做战争。他用最强硬的态度呢去面对美国，台湾呢是全世界示范最软的，是趴在地上的，告诉大家说趴在地上呢会怎么样。好，那大家都在观察两岸之间，一个是趴得好好的，一个是站得好好的。那面对美国的时候呢，接下去的下场如何？大家在关注这件事情。可是中方起码，我们可以在川普2.0的时候看一下中方的反应，对照于川普1.0的时候呢，中方的反应其实已经非常的不一样了。1.0的时候呢，中方对于川普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行事风格的人没有把握，所以呢，川普呢在2017年1月20号他上任，4月份习近平就已经到了海湖庄园呢，跟川普吃饭了。之后，川普呢有因此呢而跟中方之间保持一个可对话的关系吗？没有。你看到1.0的时候，中方和美国在谈关税问题、谈贸易战的问题的时候，在当时中方的主谈代表是刘鹤。刘鹤是被川普呢叫到白宫呢去坐小板凳的。坐在那个小位置上面，在川普的椭圆形办公室大圆桌前面，好像在听训一样。那一幕呢，被美方反复的照片拿出来用，中方好像乖乖的接受他的安排。那一幕到现在何立峰到2.0的时候不会再出现。所以你现在看到在瑞士的过场戏，中方强调呢，何立峰呢是个中美经贸对话的牵头人。牵头就只是起个头而已。你看他连何立峰呢，连中方的贸易谈判代表都没有带，中方才刚换了贸易谈判的代表李成钢，所以呢，美方带了贸易谈判代表，可是中方连贸易谈判代表都没有带，所以中方在这一次的瑞士的见面的时候，你不用想太多，接下去
这一次的见面之后，还会不会有下一次的见面，都还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尤其要谈到关税的细部的时候，美方不管怎么说，中方现在的态度，我觉得很清楚，就是看看呢，你如果没有把你的关税先松绑，第二个，如果没有回到 WTO 的框架以前，中方大概都不会跟美方谈成任何实质的东西。来自兄，我觉得我的看法跟香港兄当然有一些差异了哈。谈判本来就不是100%，谈判你如果说一切都掌握当中，那就不叫谈判。那台湾我相信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有一定的水准，那我们也许台面上没有告诉大家说我现在谈到什么程度，状况如何，但是私底下的沟通我认为是有的，所以到最后我们谈判到最后就是看结果嘛，比如说最后的结果，美国跟中国的关税会怎么样，美国跟台湾的关税会怎么样，那我在这边我认为说我们也可以预测一下，就是说台湾跟美国的关税一定比台湾跟中国的关税还要低，美国跟中国了更比了。对，就台湾跟美国，然后比中国跟美国。我相信台湾最后的结果一定会比中国他们的还要好。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将来就是红色供应链跟非红供应链，它总是会有一个竞合的关系。那美国跟中国，你说会好到什么程度？现在何立峰跟贝森特，事实上刚刚香龙兄也提到，他们就是类似偶遇嘛，大家都要面子嘛。那我认为说我们台湾要的是理智，所以到最后的关税，比如说我们在预测中国100几%会降到多少不知道，台湾32跟10会中间会跑到哪里不知道，但结果台湾一定会比中国还好，所以我认为说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就在这一次整个关税的战争，台湾最后应该会就是比较属于民主供应链这一边的比较好的这一边。不，台湾还是要跟韩国比的。我觉得南韩对我们来讲是蛮大的一个外销竞争者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到底汇率怎样哈？那记者会呢？杨金龙说被问了哈，说网络上说结结巴巴哈。杨金龙说不是我结巴巴，是我口才不好，没有难言之隐，事无不可对人，我都讲了那另外呢，因为韩国的中央银行总裁到底有没有说美国施压了杨金龙说翻译有出入了那我看那个中华吧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院长是说，南韩的央行行长说，南韩有受到压力，有谈。另外，他跟台湾、这个马来西亚等等这些也有谈，他并没有说谈是内容是什么，他是有谈。那我们就说有谈，并没有说他施压，但是那有谈，那不给你压力，他跟你谈什么呢？所以问题，那他到底谈了些什么？所以呢，这个到底美国到底有没有施压？所以他们说韩联社说有，韩联社讲这个李昌镛南韩的央行总裁说，包括韩元在内的亚洲货币近期升值，部分原因是美国政府对亚洲国家施压。这南韩讲的，他们说南韩没有讲，但这韩联社韩联社说有。那也许一般人不懂韩文，那韩联社那些这个编辑记者不懂韩文吗？那就很奇怪那杨金龙原来说呢，这个是秃鹰来，不是美国施压，是秃鹰看到台币会升值就赶快跑进来，秃鹰像索罗斯之人都曾经当过秃鹰那现在呢，我想是不是外资抗议什么？他又改口了，他说疑似秃鹰，不敢讲秃鹰了，疑似秃鹰而且也没有说这些外资都是秃鹰那到底谁是秃鹰，谁不是秃鹰？昨天又说他们去精简两个机构，那精简谁也不知道川普说他2个礼拜内就会定关税数值，刚刚来的新消息说他今天就会公布一个国家。那川普说呢，他有18个主要的贸易伙伴，17个都在谈，那一个当然一直中国了，而且中国是最大的所以呢2周内他就说，我希望我们定的是对方能满意，但不管怎么样都是我们定，不是他定我美国要定，我美国定怎样就是怎样那郭志辉是说呢，相信台湾能谈出好的结果那另外呢，美国因为对半导体要课税，今天最后一天，美国要各方提意见国内国外，你们说我们半导体要课税，你们什么意见我们当时说要课100%，那今天的媒体是说可能是25%到100%，南韩就说希望有特殊考量，所以我们南韩呢，我们的半导体跟你的国防也没关系
对不对？你干嘛对我们南韩这么坏呢？我们南韩跟你美国不是关系很好吗？是不是把我们当成特殊的考量啊？把我们关税少一点？那这边列出来，全世界前20大可能会受到半导体关税影响的，台湾的有台积电，哦，有联发科，哦，有鸿海。哦，其实美国好几家，1、2、3、4、5、6、7、8、9、10，美国有一半呢，因为美国它也进口很多产品啊，哦，就是半导体很多这个在国外做的，然后这个零件 parts 到美国去，它在组合嘛，哈，包括像苹果一定有嘛，对不对？像辉达啊，甚至像戴尔啊、Amazon 啊、惠普啊都是。那另外呢，这个中国啊，中国有华为跟中兴啊。那另外呢，当然还有南韩，甚至荷兰的 ASML 也在里面啊，所以日本也有 Sony 跟这个沙瑞电子，好，所以呢，其实主要就是亚洲这些国家，主要的工业国家跟美国是受到影响比较大。我们看一下。我们简单回应一下。简单，绝对没有，就这样。新台币升值是否有受到美国施压？杨金龙一改先前态度，笃定说绝对没有。是他，我不晓得那个是报道上的那个。抱歉。抛给大家追，表示真的不晓得。毕竟南韩央行行长6号才表示，美国与多个亚洲国家谈论汇率，疑似有施压情况。但杨金龙先澄清这件事。这个结巴巴是因为口才不好，而这个跟我说谎或说是蓝颜之隐一点都关系都没有。也强调绝对没有受到施压，汇率波动是市场预期心理。他这个就是说这个那个市场的一个它的那个什么那个非理性的这个负能量呢，它就释放了。它的那个什么外汇市场的供需就趋于平衡了。也说南韩央行的说法是翻译落差，但又再度降到结巴。而新台币7号中场收在30.295元，连2日贬值。不过也有分析师警告，近期亚洲国家开始卖出手中美元资产，可能会面临2.5兆美元的雪崩式卖压。好吧，到底央行有没有受到第一个有没有美国的压力啊？有没有这个我们这个赖清德政府的压力？哦，就这样想起来，像至少美国那个联准会主席鲍尔，川普一直骂他说把他换掉啊！哦，虽然任期到明年，而且呢，我利率比他懂啊，他懂什么？我才懂了哈。但是呢，这个鲍尔就不为所动。哦，就换句话说，你要我走，我也不走，对不对？你羞辱我，我也在这边不走。哦，鲍尔今天说，我只看经济数据，我不会管你政治的压力的，只有经济数据怎样。哦，所以基本上你联准会他必须要这样。你看现在川普旁边一堆马屁精，白宫通通是马屁精。以前还有一些敢讲真话，现在都没有了，全部跟着川普讲话。川普讲什么，下面都鼓掌，还替川普这个加油添醋。但是至少你这边看到，还有像联准会主席鲍尔这样的人在那边这个不为所动啊。那也会让人想起以前这个彭淮南啊，真的也是不错的。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哈，他旁边的人告诉我说，马英九对彭淮南都不敢去批评，也不敢要求的，不敢啊，那种不敢这马英九敢吗？不敢啊。所以换句话，彭淮南在那个也是，他有他自己的风骨，有他的原则，所以那么多届拿了什么多少 A 啊，14A，对不对？那你杨建龙就去拿一个 B 加，就不像彭淮南拿14A 啊。好，所以基本上你央行就是要维持你的独立自主的地位，你要根据经济的状况来判断，而不能够说随波逐流，特别不能够受到政治的影响的，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来源之。因为我在立法院也有质询过杨金龙了，然后他讲话确实有时候会结巴，但是绝对没有那一天结巴的那么厉害。他那一天很明显，我觉得就是有难言之隐，就是有压力，而且很多那个跑央行的资深记者跟我讲说，央行那天表现跟以前是判若两人。以前如果说，比如说有发现股汇市有什么秃鹰的时候，他们都很强硬啊，都直接宣战的，没有这么软的。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其实央行在对于那个汇市的管控，如果他发现有很明显的异常的话，他也可以停止交易啊。所以央行有很多手段，但是在这段时间都没有用。那大家觉得，当然有人讲说，那是因为亚洲货币其他都涨了啊，其他都升值啊，台湾现在补升值没有这么快的啦。而且为什么之前你可以主升，现在忽然间让它一次升息呢？这你要告诉大家说，你没有受到压力，没有人会信。那我觉得我们现在。不管是央行总裁杨金龙，或其他的我们的谈判官员，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资讯都不透明。
那资讯不透明，就会让大家没办法准备。比如说像经济部他不是编了一个930亿的川普关税政策的一个方案嘛？那我就不晓得说这个方案他有没有把一些厂商出口的汇损把它估进来。如果你只是针对关税的补贴，和如果你预估到有汇损的补贴，这又是两回事。那政府到底有没有在做这个事？然后第二个，像日本石破茂他们都讲很清楚，美国对他的要求是什么呢？日本的底线在哪里？他们的国人都知道啊。那即便是日本人，也许会对政府有一些压力或者一些抗议，但也没有差啊，因为有时候国内的反弹声浪刚好是前线谈判代表的助力呀。就是说，我们代表在跟美国谈判的时候，可以讲说啊，这个东西我们在国内啊反弹声很大，产业会受影响，我这个真的没办法。就是他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谈判，但我们这边很奇怪，好像就很怕说台湾这边有声浪会批评到美国，所以什么都不敢讲。就这个事情是让大家不能接受。然后第一波，我们跟美国谈判的最后结果，就是政府告诉我们说，细节不能说，但是只能告诉大家气氛很融洽啊，气氛很融洽又怎样？我们关心不是气氛融不融洽，而是说你有没有站在台湾的利益。所以其实我们是希望说，在谈判过程当中，政府的资讯应该要公开透明。这点是蛮奇怪的。其实大家也都知道美国在施压，否则的话你关税何必搞成这样？就美国施压又怎样？这是个事实嘛，不是他只对台湾施压，他对全世界都在施压嘛，对不对？也不是说这个大家怀疑川普，美国都有60%人在怀疑川普啊，所以这是一个世界的趋势嘛。所以你政府突然有压力就讲出来也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我觉得赖清德就怕，他生怕大家疑美疑川，现在不能疑美不能疑川的，因为变成他的这个主要的支柱。那如果你还怀疑他怎么办呢？这问题是你川普做成这个样子，你说大家能够不怀疑吗？那你为什么那么怕呢？有很多时候就像大陆，它很简单，它本来大陆经济也不好，大家可能会怪习近平的，怪共产党，他现在都讲是川普害的，那民族主义就起来了。大家知道借力顺势而为，我们非要把力量都拉到自己身上来，要不然就怪秃鹰，要不然就怪说我们经济成长太好了，然后就怪是台积电太好了，外资都进来买台积电，所以把钱汇进来了。我就是不懂，你何必呢？大家都知道，老百姓都不是傻瓜，都知道，那你干嘛一定要往自己身上扛？来，这个楚慧，秃鹰一直都在，那为什么秃鹰在那2天得逞了？那外资一直也都在汇，那为什么台币在那2天的汇率发生这个重大的变化啊？这个赖清德总统说啊，因为台股很好，外资汇入要买台股，所以台币升值了。因为台湾经济很好，所以这个台币升值了。不对，台湾经济去年的经济成长4.59%，但是去年的台币是贬值的，而且是9年来的新低。台湾去年的外资汇入了1.2兆，是历史上的新高哦。那照理说，去年汇入了1.2兆是历史上的新高，那去年的台币应该是升值才对啊，但是去年的台币却是贬值的，却是9年来的新低，那不就跟赖清德总统讲的不一样吗？去年的外资才是蜂拥的汇入哦，那为什么是去年是贬值的？到了郑丽君去谈判的那2天，台币才突然的升值呢？为什么到了郑丽君去谈判的那2天，台币才升值呢？而不是去年升值呢？不是去年汇入的时候升值呢？今年的3月台外资是汇出的哦，是大举的汇出哦。今年的3月是净汇出1922亿哦。那照理说台币应该要贬值才对哦。如果市场是像我们的杨金龙说的，汇率是按照供需来决定的话，那应该是外资出去的时候，台币要贬才对哦。今年的3、4月外资是逃亡的哦，那为什么台币要升呢？那这不是跟赖清德跟杨金龙跟我们讲的完全不一样吗？所以就是有秃鹰嘛，就是央行放手了嘛，所以这个完全跟供需是相反的。大家有听懂吗？去年的外资在汇进来的时候，台币是守住的，没有升。今年外资在逃亡的时候啊，台币反而是升的，为什么？刚好在郑丽君去跟美国谈判的那2天，央行放手了，就是这样嘛。所以央行能不能够防守住金融秃鹰？当然可以啊。最有名的就是当年的索罗斯在狙击亚洲金融的时候，彭淮南守住啦。
那为什么彭淮南守住了，杨金龙守不住呢？那一天的结巴是因为口才不好，还是因为心虚呢？我觉得这个已经很清楚了。所以赖清德总统亲上火线，却跟我们讲了跟专业事实相反的事情。台湾的专业人士是很多的，但是赖清德以总统之尊居然说谎，那这个不是把全民当作是傻子吗？总统闹了笑话，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不堪的一件事情。休息一下再回来。